在《甄嬛传》中，梅姐姐因假孕争宠一事与大胖菊离心离德之后，便一直处于心灰意冷的状态。但自从洗清身上的冤屈后，梅姐姐便频繁去到太后宫中，这倒是引来了甄嬛的疑惑。那么今日我们便来分析一下这其中的原因。首先，梅姐姐在假孕争宠一事后，便被大胖菊打入了冷宫，即便在之后抓住了刘本，洗清了梅姐姐身上的冤屈，但这个时候的梅姐姐已经心灰意冷。因此在面对大胖菊的卖好和低头时，梅姐姐选择了拒绝。梅儿，从前的事都是朕不好。皇上是天子，天子怎会有错？此时的梅姐姐便是已经尝到了这后宫冷暖的滋味，以及大胖菊无情决意的性格。因此即便是作为天子的大胖菊选择来给梅姐姐低头，她也是阴阳怪气的拒绝。可是嫔妃们要想在这后宫之中生存，没有大胖菊的宠爱可不行，不然就会如同安小鸟一般，即便是随随便便的一个奴才都敢讥讽她。真可怜，要是我这样被送出养心殿，再也不见人了。可人家呀，偏像个没事人似的。是啊，眼下的安小鸟便是没有大胖菊的宠爱，所以才落得个人人都可欺辱的下场，吃穿用度皆为下乘。而出身冀州协领家的梅姐姐既懂得这个道理，也明白自己是绝咽不下被人欺辱的恶气的，因此梅姐姐要为自己找一个依靠，那便是太后。这也是梅姐姐频繁出入太后宫中的第一个原因，那便是拒绝大胖菊的宠爱，要为自己找一个依靠。因此当甄嬛问起梅姐姐这个疑惑时，不需旁人，梅姐姐自己便先承认了。我身子好了以后，心里待皇上大不如前，如今玲珑专宠，后宫也难见皇上，我总得寻个依靠啊。这里的梅姐姐真是人间清醒，在拒绝了大胖菊之后，立马就找到了能够稳定步伐的依靠，那便是太后。要知道甄嬛进宫前，方若姑姑的教导便是说了，在这宫中实则上只有3位主子，皇上、皇后和太后。而在这3位之后，太后必定是时常被忽视的一位，毕竟她不常露面，而太后的权力却可以影响大胖菊的决策。因此梅姐姐选了太后做自己的依靠，不仅是时常去看望太后，而且日日都向太后请安。你一来，他们就轻松多了，省下多少差事。臣妾难得来陪伴太后，您就让臣妾多尽几孝心吧。你还难得，你日日来哀家跟前。太后要是嫌臣妾愚钝，那臣妾可就不敢来了。眼下的梅姐姐端庄恭顺，一看便知是太后所喜欢之人，因此梅姐姐这时常来太后跟前尽孝，是为了给自己找一个能够在后宫中生存下去的依靠。而梅姐姐时常来太后宫中第2点原因，便是想要躲开大胖菊。因为在假孕争宠一事的风波后，梅姐姐对大胖菊彻底失望，但自己作为后宫嫔妃中的一员，难免不被大胖菊翻牌子侍寝。可此时的梅姐姐每当看见大胖菊的时候，这心中就烦得很。还在喝药，身子好些了吗？多谢皇上，只是总还觉得有些累，太医叫多躺着。此时的梅姐姐看似在恭敬地回答大胖菊的问话，但实则却是在暗示大胖菊，我生病了你就别来了。可惜的是，一直对梅姐姐抱有愧疚之情，想要弥补的大胖菊却不肯顺了梅姐姐的意愿，非要时不时的来梅姐姐面前晃悠。于是为了躲避大胖菊的梅姐姐选择了频繁前往太后的宫中。而听听这梅姐姐与太后所说的话，哀家是喜欢你，所以才提醒你，有空啊，多陪陪皇帝。富察贵人和婉嫔的孩子都没了，皇帝心里难过，最要人陪着。其实臣妾倒想着，解铃还须系铃人。毕竟连这儿太后都能看得出来，梅姐姐厌恶大胖菊，不愿与她亲近，甚至连面儿都不想见。因此当太后说起来的时候，梅姐姐才左右闪躲，不肯出一声儿回复。甚至在甄嬛因婉婉泪倾一事出宫修行之后，梅姐姐自愿选择搬到碎玉轩，也因此大胖菊每每听闻惠贵人的住所后，都被深深的伤了一下。皇上，碎玉轩如今是惠贵人住着。惠贵人，太后把这儿赐给惠贵人了，过2天就搬进去。此时的大胖菊听了苏菲的话，也明白梅姐姐的这个选择是还在为当年的事儿赌气，不肯原谅自己。
但实际上，这样的想法都是大胖菊的妄想。梅姐姐为了躲避大胖菊，不仅是频繁躲到太后宫中，更是打算此生都尽可能的减少与大胖菊的相见。你可曾想清楚了？皇帝倘若对婉嫔还有心结，你一搬进去，就等于打入冷宫了。等皇上心结解开，一切都会好的。那可不一定。此时从太后的话中，我们可以知晓，梅姐姐情愿去冷宫待着，也不愿意再同大胖菊陪笑脸，这便是她为了躲避大胖菊所下的决心。而梅姐姐频繁去往太后宫中的第3点原因，便是梅姐姐想要时常瞧见温实初。在梅姐姐因失忆一事被温实初悉心照顾，最后终于脱险之后，梅姐姐便喜欢上了温实初。但碍于两人的身份，梅姐姐不敢对温实初表明心意，于是才时常到太后宫中请安，这才能够时常见到温实初。等很久了。跟着御驾赶回，本想去碎轩伺候，谁知被太后叫到了宫中。此时的温实初便是时常看顾着太后的身子，不说日日，但隔三差五的总能被太后叫到宫中诊脉。于是一心爱慕温实初的梅姐姐便时常去太后宫中，只求能够看上一眼温实初便知足了。细看《甄嬛传》中为何梅姐姐时常要到太后宫中请安，除了要在后宫中找个依靠，实则是在这举动的背后还暗藏着自己的小心思。想必今日分析完以上3点，便可以明了了。